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呢，就是非常特别，就是邀请我的好朋友李涵，他来一起参与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涵 Luke。那我自己的专业是小说翻译，所以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翻译英文小说。对，频道的所有的英文字幕呢，也都是出自于李涵的翻译之手，所以在英文翻译这个领域上是完全毋庸置疑。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找到你呢？是因为我们想要聊的是这个。其实我们不是想要做桌游，只是因为我在想要研究《鬼阵奇谭》这个桌游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桌游它其实跟克苏鲁这个题材非常的相关，因为很多桌游，包括这个我一直没有勇气打开的这个叫《疯狂鬼宅》。这个因为一开一玩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，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的桌游的题材为什么会使用到克苏鲁，所以我就对克苏鲁很好奇。起源是什么？它的起源是20世纪初的恐怖小说家，叫做 H.P. Lovecraft， 中文翻作洛夫克拉夫特，就是这一个。你也在翻译他的小说，对，要翻成中文版，也是会在今年年底，应该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。所以是这一个 H.P. Lovecraft， 对，洛夫克拉夫特，他发明了克苏鲁。对。那克苏鲁是什么？克苏鲁是一个，它很复杂，它是一个外星生物、外星邪神、外星恶魔，你要怎么想其实都可以。但它是一个外星生物，你可以想它是一个外星生物。那它的基本设定就是，因为这个作家 Lovecraft 他创造了一个，后来被认为就是太空恐怖的元素，就是在自然界里面人都是最渺小的，人类没有力量去推翻自然的定律，或是有一些很超自然的定律是人类完全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他故事里面的主角大概都是一些平凡人，可能是记者，可能是教授，可能是老师，可能一个就是家财万贯的富家子之类，他们对人生没有什么需求，可是他们无意间接触到了某种禁忌的知识，可能他们去图书馆都看到一本古书，然后就发现里面有一些这些秘密之类，然后逐渐发现说，在平凡生活底下潜藏一个非常大的恐怖真相之类的。你那个待会触碰这个桌子的时候要轻一点，好，可以剪接，然后好，再来继续。然后通常结局的时候呢，他通常都会发现这个巨大的恐怖真相会延伸到他自己身上，会返回到他自己身上去。意思就是说，可能那个主角在结尾的时候，比如他跑进一个小镇，然后发现这里有怪物，然后最后被怪物追跑回来的时候，他可能终于逃出怪物，逃出升天了，逃出这些恐怖怪物了。但在结尾的时候发现说，他的家族事实上是来自那个出怪物的小镇，所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只怪物，他有怪物的血统之类的。他很多这类是每一个跟克苏鲁有题材的都会使用这样的设定，这是常见元素，不见得都有。对，因为他大部分的角色到最后会发疯，他会在得知真相之后发疯。我对克苏鲁，对他一开始他创作小说，对，那他的形象后来怎么做？他在小说里面有非常明确描写克苏鲁到底长了什么样子，所以事后就会有一些画家会去把他小说的文字去描绘出来。他有像孙悟空、猪八戒这种角色已经很有名了，所以不管谁画，大概都就是比如孙悟空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造型，但他大概就是同一个脉络。就是因为他小说里面他是一个猴子，对，就是拿了一个金箍棒，然后坐在云上面，然后还会有那个金箍类似的。那克苏鲁的话就是一个章鱼头，然后有龙的翅膀，然后大概全身就是绿色，然后有多大只什么，在小说里面对小说都有说，就是类似像哥吉拉那样，它是一个海中生物。它在设定里面是它在古代就人类还没出现的时候是统治地球，它从外星来到地球，然后就还没有人类的时候，对，然后那他为什么不见了？因为他故事里面就是一直那也是故事的一个谜团。他因为不明原因，他失败了。他故事里面，所以这本小说你在翻译中文的时候，会有告诉读者他为什么就是远古时期来统治了地球，然后后来又不见了。他是蓄意留白的，他非常蓄意留白，他刻意，他就像恐龙绝种了，他就是消失，他就是已经不见了。但是他在设定里面，他是在睡觉。
他在南太平洋的，所以人又去把它唤醒了，意思对吗？，因为故事里面他的故事有很多是邪教徒。有很多信徒是相信他，因为他是对他们来说像是神之类的生物，邪神，对邪神，所以他的信徒就会一直去拜他，然后希望他有一天能再重新出现，这样子。所以他故事里面是他有一些信奉者。OK， 因为克苏鲁的形象还有他的文字小说，它影响后世很多的作家，包括史蒂芬金，后期近代的那些电影，不管是导演还是美术。还是一些剧作家，对游戏、漫画甚至都有影响。比如说像《神鬼奇航》的那个反派，他也是一个章鱼脸，对，他是章鱼，美国版的哥吉拉。他电影里面的哥吉拉不是克苏鲁的形象，但是他在描述他的一开始那种神秘形象的时候，是有借鉴一些克苏鲁的东西，同样是克苏鲁元素。对，同样深海。其实它已经变，就是克苏鲁这3个字，英文这个单字，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种。流行元素就是一种元素的象征，大众文化的一个部分。其实也不是大众文化，因为会对克苏鲁有兴趣的是非常小众，所以基本上这一期节目我也不指望大家感兴趣，但是纯粹就是我想拍，我好奇。它现代运用也很多，因为比如说像很多现代的恐怖电影，都有受到 Lovecraft 和克苏鲁的影响。不见得他们会直接使用克苏鲁这个邪神，但是有很多的元素会从举例，最有名就是《异形》，从1979年开始那个第一部的《异形》，对，它就是用很多大量的克苏鲁元素进去，不管是怪物的设计，或是故事设定上。基本上都有受到克苏鲁的影响。然后不直接就拍他的小说？因为好莱坞对一个问题，好问题，为什么不直接拍他小说就好？因为好莱坞其实对他是有点又爱又恨，因为他的故事里没有任何爱情元素，他没有任何动作，卖不了钱。其实前几年大概差不多2011到异形也没有爱情元素啊，异形也没有，对，但是那异形还不是很卖？对，那就是很矛盾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拿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有电影拿克苏鲁元素放进去，自己搞一个东西出来，它通常就会卖。可是你拿克苏鲁的，就是你如果跟片直接去拍克苏鲁的故事，不太卖，就会有一般失败的例子吗？以前都是一些 B 级片，但其实去年尼可拉斯凯奇有演一部，我看了那个新之彩嘛，就是那部是直接是克苏鲁的，就是原汁原味，就是克苏鲁的，很疯狂的电影。对，所以他不是很强的电影，他不是很主流观众能接受，因为主角一定会死掉疯掉，然后一定会疯掉，他不会让你看完之后有一种开心感，他看完之后让你觉得很绝望，对，很绝望的感觉。对，异形结尾至少还有一个希望，因为女主角会活着，她会逃出来，她会说世界上有怪物，但我们要逃离它。对。那普罗米修斯就异形的前传普罗米修斯，还有另外一个前传是圣约，对，他又这2部电影是我最爱的，拍得非常好。他也是回到原本克苏鲁元素去讲述很多这种人类的起源，然后加上人类无法改变自然，就是我们是渺小的，我们是矮小的。它甚至没有任何就是环保题材，因为现在有些故事会把它就是带入一些环保题材，就是你要爱护自然之类，它也没有，它就是告诉你克苏鲁，对，它完全没有，自然就是恐怖的，人类就是矮小的，你没有办法打败它，那很绝望啊，他很绝望。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喜欢他？该不会是克苏鲁的信徒？心理被虐，心理被虐。所以，那你自己觉得你喜欢他克苏鲁这个题材是为什么？有很多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他在作为传统的恐怖小说，不要再摇这个桌子了啊！恐怖故事，要不然我们的画面会一直震动。好，在他的传统的恐怖故事、恐怖小说、恐怖电影里面，他有提供一个非常基本的印象，就是我刚才说，一个人在一个平凡人，他无意间掉入一个恐怖的世界、恐怖真相，然后他无力回天，但是他还是会尽量想办法。就是你看到是一个人在困境，他一定会失败，对，但他一定会失败，但他有努力，他会一直努力，对，他会一直努力，然后想办法抗拒，或是。不管是诱惑或是逃避那个恐怖的东西，比如说他可能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怪物，所以你觉得这个努力的过程很迷人，蛮特别。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是他的设定，因为其实他每一篇故事里面的怪物、邪神这些东西都其实不会
以一个非常明显本体出来，他们可能都在故事结尾的时候，或是电影要片尾才冒出来一点点一个触手、一个头这样子。你整本故事来说，基本上都是主角或是主角群在经历这种扑朔迷离的恐怖，他可能未知的恐惧。未知的恐惧。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好像迷雾，还叫雾。迷雾惊魂也是他的徒子徒孙。对，然后那个电影就是从头到尾那个怪物都只出现大概2秒，就一直触手这样。对，然后所有的世界好像是发生了一个世界末日，然后迷雾然后全部的生还者就在那个一个购物中心，购物中心，你知道我说的那部电影？对，那是史蒂芬金的小说，然后那是他就是雾嘛，还是迷雾？原名翻过来就是雾，迷雾。但我觉得那部电影看完我很绝望哎。你知道最后那个男主角，他就是因为怎么样，然后他好像要杀了他儿子，因为他就开车开5天去，对，他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雾已经是世界末日，大家都没救，然后好像那个每个人都被怪物抓走了，他觉得与其让儿子被抓走，然后他就自己先解决他，对，然后很绝望的是，当这个雾散开以后，他才发现就这世界还有救，军队已经来，对，就在已经开这些怪物这些东西，所以他就疯了，对。那本有必要这么绝望？他的那本书的原著就是史蒂芬金嘛，史蒂芬作者。那他那本书也是他最有克苏元素的东西。当时有一群他的朋友都是作家，对，然后他们都开始用，就他很鼓励他的朋友用他的故事里面的恐怖元素，这些邪神啊、怪物、外星人的。他很鼓励说，他们别人也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去提到这些东西，所以他变成说他有一个圈，他的朋友圈全部都在用这个元素。他本身算是，如果你要说就是开放式 IP 的话，他算是很早以前就愿意这样做。所以他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做了开放式 IP 那种自己创造一个宇宙的概念。对，像现在什么漫威宇宙还是什么宇宙，其实他在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概念。那所以变成说现在就是你任何一个创作者都可以拿克苏鲁来做，都可以直接把它灌进说这就是克苏鲁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桌游都可以使用它的形象，或甚至像你刚才说漫威 DC， 他们自己都有克苏鲁邪神。谁？奇异博士他有一个敌人是克苏鲁的魔王，叫那个 Shumagoroth， 他在游戏里面有出来过，电影应该可能不会拍，应该不会拍他。但是他的漫画原著里面有这个角色。然后蝙蝠侠里面他关他坏的那个 Arkham Asylum， 那个阿卡汉精神病院，小丑那些都关在那里面。那个 Arkham， 那个阿卡汉，是克苏鲁故事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名。它是一个小镇，就是大部分怪事都发生在它的镇上。疯狂鬼宅，它的英文这里就有一个这个系列 Arkham Horror 的系列，对，所以阿卡汉恐怖事件，我直翻的话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克苏鲁的基本能力是什么？把人逼疯。感觉很弱哎。他逼疯了不会死啊，就是逼疯就笑笑而已啊。对，但那是不是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吗？有你再说别的，我来战斗力分析好了。有会控制时空的，这个就厉害了。他本身叫什么名字？这书里面有吗？这名字很长，我看一下。英文是什么？Yog-Sothoth。他的名字都很奇怪，听起来都不像英文。克苏鲁英文怎么说 ？Cthulhu。但其实这个他很喜欢用那个。对，但其实这个都不是正确发音，甚至作者有说，就是都是外星人的名字，所以人类念不出来正常。所以他故意喜欢用 th， 好像网络上会取名字。对，好像之类，好像网络上有一个正确，可是我发现很怪，好像是什么，就是这种很奇怪的发音。故意的。对，他是故意的。这个是时间的神。真的就是长得像球，我到时候会再找网络上。它就是一坨无形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叫尤格索托斯，对，尤格索好像日文哦，对，尤格索，日本也很爱克苏鲁，它甚至有一些邪神是日本的，但是日本作家自己创造因为9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克苏鲁故事被引进到日本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大量的用这个放他们的电玩里面，卡普空就很喜欢用，卡普空很喜欢用，然后那个超能力霸王那个奥特曼。也有受到他的影响，他有些怪兽也是克苏鲁。哇！是前几年，他是有一部小说要被水底情深和环太平洋导演拍成电影，然后环球要出资，汤姆克鲁斯要演，Guillermo del Toro，
就是西班牙文那个。嗯，然后他本来是要拍，因为他本人是克苏鲁迷，他家里还有 Lovecraft 作者的雕像。其实感受得出来，他的电影什么地狱怪客、杨南的迷宫啊，对，其实感觉也是蛮他有非常爱元素，克苏鲁，对，他非常热爱。所以他本来要拍了一个疯狂山脉，是他的小说改编的，他的小说，好啊但那时候汤姆克鲁斯的电影后来就被腰斩了，因为成本的关系，然后再加上环球觉得他没有爱情故事，然后主角一定会死，所以后来现在就腰斩了，好，加上疫情，现在应该也没办法，应该没办法拍的。哇，那我们今天的克苏鲁聊天系列就差不多到这样子结束了。希望就是对，如果大家有喜欢克苏，你觉得克苏鲁我们还可以聊什么吗？那相关的桌游，还有呢电影相关延伸出来的电影都有得聊，都可以，都蛮多，它影响很大。好啊。如果大家喜欢克苏鲁的话，就留言告诉我；不喜欢的话，应该就没有下一集了。拜拜。